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17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1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47.61，收盘价是241.55，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1.97，最低价是在233.89。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8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1.12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4 倍，抱有大的成交量。KD 值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双线是趋于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下反转。MACD 快线也是转折向下，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微小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4月1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横盘后的下跌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低开盘，开盘之后股价一直是处于一个震荡的走势。那上方呢是在252附近遇到了压力。然后呢，在午盘之后呢，股价开始下跌。那下方呢是在234附近是遇到了支撑，在尾盘的时候呢，股价又被拉抬到当日 K 线的中部，我们可以说是中下部。那么收盘价呢是又回到了前面这个240这个重要标志位的上方，然后呢，留下了长长的下影线，并且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呈现的是量增，可以说是抱有大的成交量。那么在股价下跌的过程当中出现大的成交量，并且呢，当日这根 K 线又含有长长的下影线，那说明股价在当日的下跌中是遇到了阻力，那并且呢，在当日尾盘的时候，股价出现了反弹的走势，那收盘价我们说又被拉回到240上方。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呢，我们也可以把这根 K 线，虽然这根 K 线出现了下跌，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是反转向上的一个信号 K 线。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如果能够高开高走，日后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252，那么股价呢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那继续反弹呢，那我们认为目标一定是要站上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高。但是如果日后股价继续回档，收盘价跌破了这根反转向上信号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在234附近，如果跌破这个位置，我们指的是收盘价，那么股价是很容易跌破下方的这个224的。而224这个位置一旦被跌破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跌破214，也就是再次出现新低。如果出现新低，我们会看到呢，那么股价将会跌破我们会看到是自3月11日以来的这样一个横盘的走势，那么再次出现新低，股价应该是会有继续向下，也就是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将会被再次确认。好，那么我们来看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说股价目前对于股价的走势来说，上方252是一个关键的标志位，那么下方的关键标志位呢就是234。
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1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上行，我们给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一个是在260附近，另外一个是在265。第二个可能我们给出的是股价会出现下行，那么收盘价呢会在243附近。对，而实际在4月16日收盘价是在241.55，股价是出现了下行。那这与我们预测的下行啊，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同时呢，性质也是相同的，也就是这个收盘价都是在240这根 K 线最低的上方。因为240啊，我们之前说过，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位。那么自这根 K 线之后，股价连续3个交易日一直是横盘。那么日后的突破呢，也就是这根 K 线的最高262和240是关键的标志位。那么在4月16日当日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在盘中一度是跌破了这个位置，但是在尾盘的时候呢，股价是出现了反弹的走势，又回到了它的上方。所以我们说，我们预测的第二个结果呢，和实际的发生的结果呢是基本相符的，但是走势是不同的。我们预测的股价的走势呢，就是说股价最低呢，并在盘中不会跌破这个240，而实际我们会看到是跌破的这个位置的。好，那这是我们对之前股价预测的一个回顾。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由于现在虽然是出现了下跌，但是呢，这是一根反转向上的信号 K 线。那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对于4月1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292。那么在到达它之前，目前最关键的一个标志位就是252，因为这个位置如果不能够被站上，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下行去测试224。所以我们说目前股价要想到达292呢，首先要继续目前的反弹的走势，而目前的反弹的走势取决于日后的 K 线能否站上252。好，这是我们说第一个应该说是第一个标志位。当然，如果252被站上，股价继续反弹呢，上方的262、274和285仍然是股价要突破的标志位。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目标。那292如果能够被站上呢，我们会看到股价经过这样一波下行，在这个地方出现了横盘。一旦这个位置被站上呢，那股价呢将会瓦解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那么继续向上的第二个目标就是304，接下来是367，当然还有上方的420。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也不变，仍然是214。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目前的关键标志位是234，也就是新生成的这根止跌信号 K 线的最低。因为这根 K 线我们也会看到它当日也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说明当日股价在跌深了之后是有多头力量进入的。因此呢在股价要想继续下行，对于空头来说一定要跌破234，那么才能推动股价继续下行，否则呢这个地方将会成为支撑。所以234是股价在到达214之前的一个支撑，当然还有224这个位置。好，那么214如果被跌破，我们从长期来看，
再次出现新低，那么继续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第二个目标就是182，第三个目标是138。好，那这是我们说的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4月17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实体的下沿是在250这个位置。那么股价在盘中呢，我们会看到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那么到了4月17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是这根中红 K 线实体的中线在244附近。好，那么我们关注它的目的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如果能够是高开高走，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一个反弹，继续反弹的走势。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尤其是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地方如果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那么股价我们认为是很容易跌破234的。所以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244这个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0%的多头仓位，我们的成本价是在252附近。那么我们分别是在4月7日和4月9日收盘价各5%进场加仓。那么我们之前给的止损位一直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是224，那么到了4月16日，股价的收盘价在241.55这个位置。那对于这个仓位呢，当然没有被止损出场，但是对于多头来讲，在这个地方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虽然我们在前面的 K 线信息解读的时候说这是一个反转向上的信号 K 线，同时也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但是呢，它还需要被确认。所以说，对于多头来说，在这个地方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那么这10%的多头仓位到了4月17日，我们继续守224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从252到262是这个区域，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这根 K 线最高到上方262这个位置。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224，因为跌破这个位置，股价是很容易到达214的。好，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1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45到247之间，在这个区域。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247到251之间。第三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从258到259之间。第四个压力位是262，在这个位置。第五个压力位是274。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第一个支撑就是234，第二个支撑是224，第三个支撑是214，第五个支撑是第四个支撑我们给出是200整数关口。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4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可能呢，在4月17日它是并列的，它取决于开盘和盘中的走势。我们先来说下行，
如果是下行，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44，下方最低会到达230，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36附近。出现这样下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那第二个可能，或者另外的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0，上方最高会到达256，收盘会收在254附近。如果出现这样反弹的走势呢，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呢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1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